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如今这世道啊，真可谓今非昔比。曾经被视为负面行为的啃老，如今竟快要变成褒义词了。其实啊，这主要得看对比和衬托，并非所有的工作都比啃老更有价值。在深入分析之前，咱们得先转换一下视角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，既不是年轻人是否愿意努力，也不是要不要回家，而是一个更为底层的问题。为何在这一代人身上，上班渐渐失去了实现待机跃迁的功能？要是我们不理解这一点，那么所有关于选择、坚持、躺平、啃老的讨论，都只能停留在情绪宣泄的层面。让我们先回到一个基本却鲜少被正面探讨的事实：上一代人离家工作和这一代人离家工作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，已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。上一代人进入城市时，面临的是低成本高增量的环境，那时房价低廉，租金实惠，竞争压力小，发展空间巨大。即便收入不算高，但支出更少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收入增长具有极高的确定性，只要融入城市的工作体系，时间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红利。然而如今，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年轻人进入城市时，面对的是高成本低增量的环境，房价经过多轮上涨，已经完成了定价，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，岗位划分极为细致，上升的通道变得极为狭窄。这就意味着时间不再自然而然地带来积累，努力也不一定能实现阶层的跃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班这件事的性质悄然发生了改变。它不再理所当然地具备脱离家庭、实现经济独立的功能，反而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家庭参与兜底的风险行为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依旧沿用着上一代的观念框架来评判这一代年轻人的现实处境，于是一种结构性的错位出现了。在观念层面，离家工作仍然被视作成熟与成功的标志，但在经济层面，大量离家工作的年轻人实际上并未真正摆脱家庭的风险支持。这种错位正是隐形啃老现象出现的根源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啃老这个词从道德评判的语境中剥离出来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，啃老并不取决于你居住的地点，也不取决于你是否有工作，而仅仅取决于一件事：你的生活是否在持续消耗家庭的净资产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无论你每天多么忙碌，你都处于家庭合伙承担风险的状态之中。而如今的问题是，这种状态正从少数情况逐渐演变成相当普遍的常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：家庭正成为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接者。过去风险主要由企业、社会和家庭三个系统共同分担，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岗位，社会提供上升的通道，家庭只承担有限的兜底责任。而现在，企业追求极致的灵活性，社会流动的速度放缓，所有无法被系统吸收的风险，最终都会被推回到家庭。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：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决策，而是一种隐形的家庭资产配置行为。只不过，大多数家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这样的配置。再看看城市的成本结构，如今的城市对年轻人极不友好的一点在于，成本是前置的，而回报却是后置的。在获得任何确定性的回报之前，你必须先支付房租、通勤费用、基本的社交开销、形象维护成本以及情绪成本等。这些成本并不会因为你处于成长阶段而有所减免。一旦收入无法覆盖这些前置成本，差额就只能由家庭来填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家庭补贴并非是中性的，每一笔补贴都意味着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变化，储蓄减少，风险暴露增加，抗冲击的能力下降。只是因为补贴分散在时间里，所以很少被视为损失。接下来，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：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已经意识到了职业路径存在问题，却依然不愿意停下来呢？答案并不复杂，因为在当前的社会观念中，停下来就等同于承认失败，而继续上班，哪怕没有任何改善，至少还能维持一种我在努力的身份合法性。这是一种典型的身份锁定效应。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，继续坚持并不一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当一条职业路径无法形成技能沉淀，无法转化为可迁移的能力，无法提高个体的议价权，却还需要持续的家庭补贴时，继续坚持实际上是在扩大整体的风险敞口。这正是消耗型吃苦的本质。消耗型吃苦既不会降低未来的生存成本，也不会扩大选择的空间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延长当前状态的持续时间。从家庭的角度来看，这无异于用有限的资产为一个无法改善结构的状态续命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回家这件事被严重误解了。回家并不是最终的目标，它只是众多风险回撤方式中的一种。真正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降低成本，重新获得决策的主动权。如果回家只是为了延续原有的路径，那自然没有意义。但如果回家意味着重构技能、调整方向、重新配置时间，那么从经济意义上来说，它甚至可能是最理性的选择。最后，我们必须把讨论的层次从年轻人该怎么办提升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家庭是否有能力无限期的承担这种风险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大多数家庭的积累来自上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，并非是为无限期的试错而准备的。当家庭被迫成为最后的安全网，却没有任何退出机制时，风险迟早会集中爆发。所以，真正需要我们讨论的，不是你该不该回家，而是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需要家庭参与兜底的结构之中。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，选择反而会变得清晰明了。这并非是一代人的懒惰，也不是个体的失败，而是代际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。而理性不是继续用旧有的观念来要求自己，而是在看清结构之后，做出不被世俗羞辱的选择。